你还在为生活的困境发愁吗？还在为职场的失意而郁郁寡欢？成功从来不会眷顾那些只会抱怨的人。现在竖起你的耳朵，好好听着，因为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是那些真正成功人士绝不会公开分享的秘密。第一条重要原则：规则是用来利用的。你还在傻乎乎地遵守所有规则吗？太天真了。聪明人都知道，规则是可以灵活运用的。这并不是说要你去违法乱纪，而是要你学会在规则的框架内寻找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举个例子，公司规定每天工作8小时，普通员工会死板地按时上下班，而聪明的员工会利用这8小时做最有价值的事情，甚至主动加班来完成重要项目，赢得老板的青睐。再比如，很多人抱怨税收政策太苛刻，但是那些真正成功的企业家都懂得利用各种合法的税收优惠政策来降低成本。他们不是在逃税，而是在合理避税。记住，规则制定者的初衷和你理解的可能不一样。学会站在制定者的角度思考，你就能找到规则中的漏洞和机会。第二条关键法则：人脉就是财富。在这个世界上，你认识谁往往比你会什么更重要。没有人脉，你再有能力也可能被埋没。但是注意，这里说的人脉不是那种酒肉朋友，而是能够在关键时刻对你有所帮助的人。如何建立有价值的人脉？首先，主动参加各种行业活动，结识比你地位高的人。其次，学会提供价值。记住，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帮你，你必须让别人觉得和你来往是有好处的。例如，如果你是一个销售，不要只盯着客户，多结识一些行业内的资深人士，了解行业动态，这样你就能在客户面前表现得更专业。再比如，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不要只顾埋头做产品，多参加创业论坛，结识投资人和其他创业者，这样你就能在融资和资源对接上占据优势。但是要记住，维护人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要只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才想起别人，平时就要保持联系，适时提供帮助，这样在你需要的时候，别人才会愿意伸出援手。第三条制胜法则：信息就是金钱。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但是请记住，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要么是金钱，要么是时间和精力。从现在开始，对那些不能给你带来实际利益的信息说不。每天花时间阅读行业报告，关注市场动向，研究成功人士的发家史。这些信息可能现在看起来没有直接价值，但他们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派上大用场。例如，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花钱订阅一些高质量的财经分析报告是值得的。这些报告可能会让你提前预知某个行业的发展趋势，从而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再比如，如果你是一个产品经理，经常关注用户反馈和市场调研报告是非常必要的。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你设计出更符合用户需求的产品。但是要警惕，不是所有付费信息都是有价值的。学会辨别信息的真实性和实用性，多方求证，理性分析，这样才能避免被一些所谓的专家忽悠。第四条成功铁律：永远站在趋势的前面。你还在做那些人人都在做的事情，那你注定只能是一个平庸的跟随者。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
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学会预判趋势，这是一项值得你花时间去掌握的技能。关注政策走向，研究行业变革，洞察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当别人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你已经抢占了先机。例如，在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很多人还在怀疑它的前景，但那些敢为人先的创业者已经开始布局。结果我们看到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公司成为了行业巨头。再比如，在移动互联网兴起的初期，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就已经开始布局移动支付，结果我们看到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崛起。但是要记住，预判趋势不是盲目跟风，你需要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然后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同时，要有勇气去尝试，因为只有敢为人先，才能占得先机。第5条制胜法则：学会包装自己。在这个看脸的社会，如果你不懂得包装自己，那么再强的实力也可能被埋没。学会推销自己，这不是虚伪，这是生存技能。首先，从外表开始，穿着得体，举止大方，这些都会给人留下好印象。其次，学会表达。不管你有多么好的想法，如果不能清晰地表达出来，那也是白搭。最后，要学会展示自己的优势，隐藏自己的劣势。例如，如果你是一个程序员，不要总是埋头写代码，学会在团队会议上清晰地表达你的想法，让大家知道你的贡献。再比如，如果你是一个销售，除了销售技巧，还要学会穿着得体，言谈举止得体，这样才能给客户留下专业的印象。但是注意，包装不等于欺骗，夸大其词可以，但绝不能弄虚作假，因为一旦被拆穿，你的信誉就会彻底崩塌。真实地展示你的优点，巧妙地规避你的缺点，这才是高明的自我营销。第6条成功秘诀：永远保持学习的姿态。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如果你停止学习，那就意味着你开始落后了。终身学习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你保持竞争力的必要手段。学习新技能，了解新趋势，掌握新知识。不要局限于你的专业领域，要广泛涉猎，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个领域的知识会在未来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例如，如果你是一个传统行业的从业者，也要学习一些互联网知识，因为现在几乎所有行业都在往数字化方向发展。再比如，如果你是一个技术人员，也要学习一些管理知识，因为当你的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管理能力将成为你的瓶颈。但是要记住，学习不等于读书，实践经验往往比理论知识更有价值。多尝试，多犯错，从错误中学习，这样你才能真正成长。第7条制胜法则：学会管理你的时间和精力。你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必须学会合理分配。使用28法则，把80%的精力用在最重要的20%的事情上。学会说不，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果断拒绝。设定明确的目标，列出具体的计划，每天检查完成情况。例如，如果你是一个管理者，不要把时间都花在处理日常琐事上，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战略、培养团队上。再比如，如果你是一个自由职业者，要学会区分轻重缓急，把主要精力放在最能带来收益的项目上。但是要注意，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适当的放松和休息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保持长期的高效率。找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点，这样你才能在竞争中保持持久的战斗力。第8条成功法则：培养你的抗压能力。
成功的道路上布满荆棘，只有那些能够承受压力的人才能走到最后。培养你的抗压能力，这不仅仅是心理素质的问题，更是一种生存技能。面对失败不气馁，面对压力不退缩，面对挑战不畏惧。记住，压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对压力的态度。学会在压力下保持冷静，理性分析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例如，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你要学会面对投资人的质疑，面对市场的变化，面对竞争对手的挑战。不要被这些压力击垮，而是要学会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再比如，如果你是一个职场新人，要学会面对上司的批评，同事的竞争。不要被这些压力吓倒，而是要把它们当作成长的机会。记住，那些能够在巨大压力下依然保持清醒的人，往往就是最后的赢家。第9条制胜法则：建立你的个人品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果没有人知道你，那你就等于不存在。开始打造你的个人品牌，让人一提到某个领域就能想到你。利用社交媒体展示你的专业能力，写文章、拍视频、参加演讲，让更多人认识你、了解你。例如，如果你是一个律师，可以开设法律咨询的公众号，定期发布一些法律知识。再比如，如果你是一个健身教练，可以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一些健身技巧和饮食建议。但是要记住，个人品牌不是自吹自擂，你必须有真才实学，否则终会被戳穿。踏踏实实提升自己，然后巧妙地展示出来，这才是正确的个人品牌建设之道。第10条制胜法则：学会权衡利弊。成功人士都懂得，有时候为了更大的利益，必须学会割舍。学会权衡利弊，这是一门艺术。不要被眼前的小利迷惑了双眼，要着眼于长远利益。例如，有时候为了学习一项新技能，可能需要放弃一些短期收入，但是从长远来看，这项新技能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大的回报。再比如，有时候为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可能需要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些人际关系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机会。但是要注意，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不择手段，底线还是要有的，否则你可能会赔上自己的信誉和前途。智慧的权衡，理性的选择，这才是成功者的思维方式。第11条成功法则：培养你的领导力。如果你想要获得更大的成功，就必须学会领导和影响他人。领导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可以培养的。学会激励他人，学会解决冲突，学会制定战略。例如，如果你是一个团队领导，要学会如何调动每个团队的积极性，如何处理团队内部的矛盾，如何制定团队的发展策略。再比如，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要学会如何凝聚团队，如何处理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制定公司的发展方向。记住，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仅要有远见，更要有执行力。但是要注意，领导不等于专制。真正的领导力是让团队成员心甘情愿地追随你。尊重他人，善于倾听，勇于担当，这些都是优秀领导者必备的素质。第12条制胜法则：学会向前看齐。要想致富，就必须学会让钱为你工作。开始学习投资理财，这不仅是一项技能，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股票、基金、房地产，多方位地配置你的资产。例如，你可以学习如何分析公司财报，如何判断一个行业的发展前景，然后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再比如，你可以学习如何评估一个地区的房地产市场，然后做出正确的购房决定。但是要警惕，
投资是有风险的，不要被一夜暴富的幻想蒙蔽了双眼。理性分析，控制风险，这才是明智的投资者应有的态度。记住，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第13条制胜法则，学会处理人际关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不是你做的怎么样，而是别人觉得你做的怎么样。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这不是阿谀奉承，而是一门艺术。懂得尊重他人，理解他人的需求，在合适的时候给予帮助。例如，如果你是一个职场新人，要学会如何与同事和谐相处，如何与上级有效沟通。不要只顾自己的工作，也要关心同事的需求，适时给予帮助。再比如，如果你是一个管理者，要学会如何平衡不同员工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下属的诉求。但是要注意，这并不意味着你要成为一个老好人。学会拒绝，学会设立界限，不要让别人占你的便宜。平衡好人际关系和自身利益，这才是高情商者的表现。记住，在职场中，人际关系有时候比能力更重要。很多人职业发展受阻，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不懂得处理人际关系。第14条成功法则，培养你的创新能力。真正的成功者都懂得，创新才是制胜的关键。培养你的创新思维，挑战常规，打破惯例。不要害怕犯错，因为创新的道路上难免会有失败。但是记住，一次成功的创新带来的收益，往往能抵消多次失败的代价。例如，如果你是一个产品经理，要不断思考如何改进产品，如何创造新的功能来满足用户需求。不要满足于现状，要敢于尝试新的想法。再比如，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要不断思考如何创新商业模式，如何开拓新的市场。但是要注意，创新不等于异想天开。你的创新必须要有市场，要能解决实际问题。学会洞察需求，了解市场，这样你的创新才能真正带来价值。第15条制胜法则，学会管理你的情绪。情绪是可以控制的，而不是相反。学会管理你的情绪，这不仅关系到你的工作效率，更关系到你的人际关系。保持冷静，理性思考，不要让情绪影响你的判断。例如，当你遇到工作挫折时，不要立即发脾气或者沮丧。冷静下来，分析问题的原因，然后制定解决方案。再比如，当你面对同事的批评时，不要立即反驳或者生气。先听取对方的意见，理解对方的立场，然后再做出合适的回应。但是要注意，控制情绪不等于压抑情绪。学会适当地表达你的情感，这样才能建立真诚的人际关系。找到情绪表达的平衡点，这才是高情商者的表现。记住，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的人，往往就是最后的赢家。第16条成功法则，学会有效沟通。你可能有很好的想法，但如果不能有效地表达出来，那也是白搭。学会有效沟通，这是成功的关键技能之一。首先，学会倾听。很多人只顾着表达自己的观点，却忽视了倾听他人的意见。真正的沟通是双向的。其次，学会清晰表达，使用简洁明了的语言，避免模棱两可的表述。最后，学会读懂非语言信息，比如对方的表情、肢体语言等。例如，如果你是一个销售，要学会倾听客户的需求，而不是一味地推销产品。然后，用客户能理解的语言，清晰地表达你的产品优势。同时，要注意观察客户的反应，及时调整你的销售策略。再比如，如果你是一个管理者，在开会时要给每个人发言的机会，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
然后清晰地表达你的决策和理由，同时注意观察团队成员的反应，及时解决他们的疑虑。记住，有效的沟通能够化解矛盾，增进理解，提高效率。这是一个你必须终身学习的技能。第17条制胜法则：建立你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如果你没有独特的优势，那么你随时可能被他人取代。建立你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你在职场立足的根本。核心竞争力可以是一项独特的技能，也可以是丰富的经验，或者是广泛的人脉。重要的是，这个优势是别人难以模仿的。例如，如果你是一个程序员，可以专精于一个特定的领域，比如人工智能或区块链技术，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这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再比如，如果你是一个营销人员，可以积累丰富的行业经验和客户资源，这些都是别人难以在短时间内赶上的优势。但是要记住，核心竞争力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你的优势可能会被削弱，所以要不断学习，不断提升，保持你的核心竞争力。第18条成功法则：学会管理风险。成功的道路上充满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畏惧风险。相反，你应该学会管理风险。首先，学会识别风险。在做任何决定之前，都要仔细思考可能存在的风险。其次，学会评估风险。不同的风险有不同的影响程度，你需要权衡利弊。最后，学会应对风险，制定应急计划，做好最坏的准备。例如，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在投资之前要仔细研究市场，识别可能存在的风险，然后评估这些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决定是否值得投资。同时，要制定止损策略，以应对可能的市场波动。再比如，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在创业之前要仔细分析市场，识别可能面临的挑战，然后评估这些挑战的难度，决定是否有能力应对。同时，要制定多个备选方案，以应对可能的市场变化。记住，成功者不是没有风险，而是善于管理风险。第19条制胜法则：培养你的执行力。有很多人有好的想法，但真正能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人却很少。这就是执行力的重要性。执行力强的人，往往比那些只会空谈的人更容易成功。培养执行力，首先要学会制定可执行的计划。计划要具体，要有时间表，要有可衡量的目标。其次，要学会分解任务，把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一步一步地完成。最后，要学会坚持。执行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困难，关键是不要轻易放弃。例如，如果你想学习一门新技能，不要只是说我要学习，而是要制定具体的计划。比如，我要在3个月内完成这门课程的学习，每天学习2小时。然后把学习内容分解成小的模块，逐个攻破。即使遇到困难，也要坚持下去，直到达成目标。记住，没有执行力，再好的想法也只是空中楼阁。第20条成功法则：保持谦逊和学习的态度。成功往往会让人自满，但真正的成功者知道，骄傲是成功的大敌。保持谦逊和学习的态度，这是确保你能持续成功的关键。谦逊不是自卑，而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愿意虚心学习。无论你取得了多大的成就，都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总有比你更优秀的人，总有你不知道的事情。例如，即使你已经是公司的高管，也要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他们可能会给你带来新的视角和想法。再比如，
即使你已经是行业的专家，也要关注新的发展趋势，不断更新你的知识库。记住，只有保持谦逊和学习的态度，你才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现在，你已经了解了成功者的20条制胜法则。但是记住，知道不等于做到。真正的成功需要你把这些原则内化，变成你的本能反应。从现在开始，每天反思你的行为，看看你是否遵循了这些原则。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在改变，你的行为方式在改变，你的人生轨迹也在改变。记住，成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只要你坚持这些原则，不断学习，不断成长，你就一定能够实现你的目标，达到你想要的高度。现在，放下你的犹豫和懒惰，立即行动起来。因为每一个成功者都是从决定改变的那一刻开始的。你的未来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抓住机会，成为那个你一直想成为的人。因为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机会永远青睐有准备的人。去吧，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传奇。记住，成功不是终点，而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保持饥渴，保持激情，永远不要满足于现状。因为在你停滞不前的时候，总有人在奋力前进。最后，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条成功之路并不容易。你会遇到挫折，会遇到失败，会遇到质疑和嘲笑。但是请记住，这些都是成功路上必经的考验。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遇到过挫折，而是在挫折面前不曾退缩。所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成功就在下一个转角等着你。现在就行动吧，让我们一起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